新皇宫的选址定在塞纳河右岸的一块地，凯瑟琳对这个位置非常满意。负责监督的黑小哥趁机向凯瑟琳推荐自己在美洲的一块殖民地，希望凯瑟琳支持自己在那块殖民地上建立一个美第奇帝国。凯瑟琳笑道：“那得等自己把法国目前的状况先稳定下来。”这个黑小哥的狐狸尾巴这么快就露出来了。波旁家两兄弟最近走桃花运，弟弟在英国睡了伊丽莎白女王，哥哥在法国睡了死对头吉斯公爵夫人。吉斯公爵夫人则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将军儿子和妈哥暧昧不已。圣罗马大帝的孙女贴上了国王，大有想要入主法国后宫的意思。妈哥很不喜欢这个娇柔做作的女孩，话里话外讽刺挖苦，弄得哥哥很下不来台。哥哥对母亲身边突然出现的黑小哥很好奇，没想到竟然喜欢一个舅舅，真是颇感意外。蒙莫朗西怒气冲冲地质问凯瑟琳为何要谋杀自己的养女，大有一副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扭头就向查理检举。皇太后又越权下命令，这傻儿子马上就质问母亲，弄得凯瑟琳措手不及。他知道刺杀行动败露了，于是匆匆来找术士。术士直言，这次投毒失败让伊迪丝的声望再次提高，也表示有人在暗中帮他。更糟的是，蒙莫朗西因为此事与凯瑟琳反目成仇，他会利用国王对母亲的忌惮而控制国王。目前的局势整个向波旁家倾斜了，只有维持吉斯和波旁两家的势均力敌才能解决困境。凯瑟琳犹豫着，现在查理和安茹各选了一边，一旦让两家争斗起来，儿子们也无可避免地会陷入斗争，但这似乎已经无法避免了。法国传来的消息令伊丽莎白女王很欢心，但这也不会改变伊迪丝在她心中的贫民窟垃圾的形象。看起来欧洲新教一片局势大好，伊丽莎白决定就此到欧洲游览一番。圣罗马大帝的死变态儿子想虐待一匹马，没想到被马踹成了脑瘫，从此他再也不能向任何人施虐了。不明就里的伊丽莎白来看望这个摊子，还以为他因为丧妻之痛过于悲伤所致。圣罗马大帝在旁添油加醋地说自己儿子有很多优点，比如曾经亲手摔死了心爱的小狗以示坚强，听得伊丽莎白深感同情。这时母亲忽然到访，伊丽莎白毫不掩饰对脑瘫王子的同情，依依不舍地退了下去。凯瑟琳告诉圣罗马大帝投毒失败了，圣罗马大帝马上告诉他，这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所喜闻乐见的。这件事情的最终走向将会是捍卫新教的英国和捍卫天主教的圣罗马帝国在欧洲的一场圣战，战场将会是法国。这一席话让凯瑟琳心头一惊，心中暗想这怎么能行。结束了拜访，凯瑟琳便匆匆来到波旁家的餐厅，装作若无其事地询问刚回来的胖子贸易谈判进行得如何了。胖子谎称一切都好，英国对法国的内政不感兴趣，对新教伊迪丝也不感兴趣，只是想开展贸易合作，互惠互利。凯瑟琳马上听出他满嘴谎话，一边装作很放心，一边就安排拉西玛去查清楚。吉斯家的红衣主教被伊迪丝的2次神迹给震撼了，甚至开始怀疑上帝在冥冥中安排了一切。弗朗将军对此表示很无语，他没想到这个把信仰当作职业的兄弟竟然开始真的相信上帝了，这还真是很讽刺呢。拉西玛买通了知情者，把波旁家胖子在英国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了。凯瑟琳紧急召开枢密院会议，她认为英国女王正在试图插手法国内政，要求儿子马上颁布一份禁令，不允许英国船只在法国的港口停靠，为了避免英国偷运武器支持新教徒。没想到直接被儿子无视，而且国王儿子还在蒙莫朗西的蛊惑下向母亲提出了控告，认为母亲未经自己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安排人暗杀。接着药剂师女儿被作为证人带了上来，他当场指认凯瑟琳指使自己配制毒药，由裁缝去下毒。这个叛徒又一次背叛了凯瑟琳。凯瑟琳知道面对这种情形再辩解也是徒劳的，她干脆以退为进，承认这些证据确实无懈可击。介于自己首先是身为母亲，其次才是皇太后，辅政也是为了帮助儿子上位。所以既然现在儿子已经有能力独当一面，那么为了母子的感情和睦，他愿意主动辞去枢密院的职位。一席话令查理9世大为吃惊，他本以为母亲对权力的欲望超过一切，
没想到母亲竟然这么轻易就放手了，于是不知所措的赶紧挽留。但凯瑟琳去意已决，只是希望查理释放安茹，因为自己有真凶的认罪书。查理九世赶紧答应了母亲的要求。摩莫朗西还想插嘴，被凯瑟琳怼了回去。这个老情人为了养女，真是不惜翻脸，翻得很彻底呢。紧接着，凯瑟琳就来到了安茹的卧室。这个孩子正喝着酒，把自己弄得颓废不堪。看到母亲来了，他抗议自己还将绝食。凯瑟琳又心疼又生气地质问他，是否真的为了弟弟的死感到一丝内疚，是否反省了杀死那个新教徒的行为会给其他人做出表率，导致千千万万的人被淹死在湖里。安茹这才放下戒备，向母亲表示内疚和抱歉。母亲满意地递给他一张已经签好字的认罪书，让儿子确认替罪羊是安茹最好的朋友。这令安茹感到很为难，但他只能选择保自己，还是继续被软禁下去，甚至被审判。母亲告诉他，只要他出去就能进枢密院，辅佐哥哥，避免被摩莫朗西继续控制。其实凯瑟琳知道，这是把两兄弟推向了对立面。波旁一家偷偷摸摸到树林里的新教营地拜访伊迪丝。伊迪丝被信徒保护起来，建立了安全栅栏，有专人保护。裁缝也成了他的女佣，俨然一副女王的架势。波旁家一行在小椅子上将就着，煞有介事地表示，波旁家将代表英国提供对伊迪丝率领的新教革命的支持。伊迪丝马上告诉他们，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在尼德兰王国登陆了，并且运来了武器交给了奥兰治亲王。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尼德兰来自荷兰语的音译，意思是低地诸国，是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称呼，广义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与德国的西部，狭义上则仅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因为这片区域是地势较低的平原，所以被称为低地国家。奥兰治亲王应该是指荷兰国父威廉一世，也被称为沉默的威廉。他年仅11岁就继承了法国南部的奥兰治公国等地。他是天主教徒，也是神圣罗马大帝非常器重的爱将。他的第一任妻子以及他的家族都来自尼德兰，他对尼德兰有很深的感情。后来神圣罗马帝国对尼德兰实行宗教清洗时，他开始与神圣罗马帝国决裂，并努力争取荷兰的独立，不惜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腓力二世为敌，直至最后被刺杀，被后人誉为荷兰国父。至今，奥兰治威廉的雕像依然耸立在海牙，雕像中还有趴在他脚下的爱犬庞培。回到故事中，这个消息令波旁家大吃一惊。亨利打破尴尬地表示，大概是信使耽误了。伊迪丝倒没有介意，他直接坦言接受来自支持者的武器和补给，不论是英国或是波旁家的，因为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有一场血战。安托万一听打仗就紧张起来。伊迪丝极富仁慈地询问，安托万知道什么是痛苦和牺牲吗？然后不由分说地安排下属来了一场生烤臂膀。忍不住疼痛的安托万把自己干过的坏事都招了，伊迪丝这才心满意足地放人送客。吉斯公爵夫人很高兴儿子被释放了，更高兴的是儿子和玛格的亲密关系，这是吉斯家可以利用的。弗朗将军坚决反对母亲利用玛格，吉斯公爵夫人满嘴答应着。安茹亲眼看着自己的好友被处决，这个替罪羊临死的愤愤不平让安茹很难受，而他身边的红衣主教看起来更糟糕。吉斯主教完全被伊迪丝代表上帝的旨意这个想法困扰着，对所有的事儿都心不在焉。安茹感到很无语，他告诉弗朗将军应该给他兄弟请个心理医生，弗朗将军根本顾不上。他告诉安茹，英国女王已经带着武器在尼德兰登陆了，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但他们都没有想到，红衣主教竟然深夜混入新教营地，一身便装接受了伊迪丝的洗礼。这家伙为了不死之身真是拼了。安茹加入了枢密院会议，国王询问该如何处理英国女王带着武器登陆欧洲的事儿。安茹和吉斯家的意见是直接出兵加入圣罗马大帝，一起把英国女王打回去。波旁家则认为英国女王只是来旅游的，随身带点武器只是防身而已，不必大惊小怪。
蒙莫朗西则建议国王亲自见一见伊迪丝，平息新教教徒的怨恨，这样就不会给英国女王可乘之机。但国王优柔寡断地认为自己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再做决定，于是就匆匆散会了。凯瑟琳向哥哥透露了自己的焦虑，哥哥给她出主意，这时候如果安排一场婚礼，就可以暂缓矛盾。凯瑟琳想到了自己的大女儿伊丽莎白，女儿对这个脑瘫王子很同情，经常没事儿就去读书陪伴。凯瑟琳向女儿坦言，西班牙和英国的战争迫在眉睫，如果有一场婚礼，就能防止千千万万的人被卷入战争送命。只是没有人愿意嫁给这个脑瘫。看着女儿充满犹豫的表情，凯瑟琳告诉她，自己对女儿婚姻的态度是不强迫，只是作为皇室成员就有责任为避免国家的战争而牺牲自己，而且成为这个脑瘫的妻子就意味着成为欧洲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皇后。然后凯瑟琳留下女儿独自思考。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伊丽莎白接受了这个婚姻。这场婚事当晚就迅速在皇宫举办。为了逼人耳目，拉希玛派出了一群拿着掺有安眠药的葡萄酒送往吉斯家、波旁家，还有国王和安茹的寝室。Boy or girl? Let me in and you shall find out. 然后圣罗马大帝和凯瑟琳参加了伊丽莎白和脑瘫王子的新婚夜仪式。由于脑瘫没有办法实行丈夫的责任，只能找人代替。凯瑟琳经历过这个羞耻的时刻，所以大概是不想女儿也经历。就在两人一躺下，他就宣布仪式成功结束。就这样，凯瑟琳成功与圣罗马大帝结成亲家。第二天，伊丽莎白就启程跟随丈夫回西班牙了。临走时，凯瑟琳告诉女儿，这是作为母亲能给女儿安排的最好的一个婚姻，一个拥有强大国家的脑瘫国王丈夫，既有庇护又有自由。被下了药的孩子们全都来迟了，大家都对这门不着调的婚事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安茹悲观地认为，这个联姻的结果就是等着新教造反吧。凯瑟琳信心满满地告诉孩子们，那就看谁会嫁给法国国王吧。接着，一队马车徐徐进入皇宫，车门一开，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下车的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好的，本集剧情就讲到这儿。看来安茹公爵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婚约应该是被安排在这儿了。这本来是发生在死去的弗朗索瓦·安茹身上的故事。这一段虽然改编了历史，但戏剧效果很好。刚嫁走一个伊丽莎白，又将要娶进一个伊丽莎白，显得凯瑟琳·德美第奇真是好算计，而且很好笑。凯瑟琳的女儿伊丽莎白所嫁的腓力二世在历史上可不是脑瘫，虽然他没有他父亲神圣罗马大帝那么能征善战，但西班牙却是在他治下达到了巅峰。神圣罗马大帝退位时，把他的帝国留给了弟弟和儿子腓力二世。腓力二世得到了西班牙、尼德兰、西西里与那不勒斯、弗朗施孔泰、米兰及全部西属的美洲和非洲殖民地的庞大领土，并由此开始了他40余年的漫长统治。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葡萄牙王国诺昂三世之女，第二任妻子是英格兰的玛丽一世，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同父异母的姐姐。第三任就是凯瑟琳的女儿瓦卢瓦的伊丽莎白，他俩相差18岁。结婚时伊丽莎白只有14岁，还是未成年少女啊。她和腓力二世生了2个女儿，两人的婚姻也就持续了8年的时间。伊丽莎白就因产后身体虚弱而去世。好的，背景故事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